在平定丹波、丹后两国之后，我们的打工人明治光秀的地位已经跻身织田家核心管理层。他手握晋江、丹波、丹后，总共约29贯实领地，且坐拥坂本城这一战略要地，既统辖陆军，又掌控皮豹湖的水军，成为和柴田胜家、丰臣秀吉并列的军产长之一。但是，1579年到1582年的3年之间，织田家的权力格局变了，信长的性格缺陷也逐渐暴露，光秀和主君之间的裂痕也悄悄扩大。1581年，织田信长在京都举办了震惊天下的骑兵阅兵仪式。这场由正卿听天皇提议的盛典，本质是信长的政治秀，相当于向天下宣告：我要统一日本了。光秀作为织田家和朝廷以及幕府之间的代表，不仅主导了部分筹备工作，还亲自带着家臣部队参与阅兵。彼时的光秀属于织田职场上的超级大红人。光秀对织田信长这位主君满怀敬畏，对织田家的未来抱有期许，但这份平静很快就被打破。1582年前后，织田信长对明治光秀的态度突然发生180度大转变，从之前的信任和重用，转为明显的冷落和打压。关于这一转变的原因，尚无定论，但流传下来的几个典故，却展现了光秀当时的尴尬的职场困境。其一，出自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·弗洛伊斯的日本史。弗洛伊斯长期在日本传教，和信长、光秀等战国大名多有接触，其记载被视为重要的同期史料。他在书中写道：信长与光秀曾在安土城的密室中商议宴会筹备事宜，光秀因某事提出不同意见，试图辩解，信长便勃然大怒，甚至抬脚踹了光秀2次，骂其无能之辈。尽管这一细节的史料真实性存疑，但结合信长暴躁易怒、对家臣要求严苛的性格，类似的冲突并非没有可能。而真正让后世普遍视为本能寺之变导火索的，是随后的鲷鱼事件。1582年4月，当时信长为了彰显实力，巩固和德川氏的同盟，在安土城举行了盛大宴会，任命光秀负责筹备。据说光秀因一时疏忽，端上了一条已经腐烂的鲷鱼，这属于是职场重大事故。信长见后暴怒，认为光秀此举让自己在盟友面前丢尽了脸面。光秀试图辩解，信长突然怒火中烧道：如此无礼，来人，给我教训教训他。就在众家臣面面相觑不敢上前之际，信长的贴身小姓森兰丸高声道：谨遵主公命令。随即手持铁扇，快步上前，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打击光秀的额头。光秀的额头被打得鲜血直流，却敢怒不敢言，只得狼狈退下。信长还下令将其治罪，后经众家臣求请才作罢。不过，这个鲷鱼事件被多数史学家认定为后世杜撰的故事，原因很简单，安土城的宴会是织田家的重要外交场合，光秀作为经验丰富的职场老手，办外交宴会这种事情，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？而且同期的史料，例如《信长空记》等，压根就没提这事儿，只在江户时代的民间绘本和小说里出现过。尽管鲷鱼事件是虚构的，但信长对光绪的职场打压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因为当时信长对光绪的苛待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，两人之间的矛盾早就深到没法调和了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，信长突然没收了光秀在丹波的部分领地，转而命令他率领全部兵力远征毛利氏掌控的出云国和石见国，同时还要分兵支援正在中国地区和毛利氏苦战的丰臣秀吉。这一个命令对光秀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一方面，丹波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根基，领地被夺意味着实力受损；另一方面，远征出云和石见这两个地方远离畿内核心区域，且毛利氏势力强大，此战九死一生。最重要的是，支援秀吉意味着光秀得给昔日的同僚当小弟，听秀吉调遣，这对已是一方大名的光秀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。
信长之所以突然对光秀变脸，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：一是信长统一日本的大业已经完成，为保障后代的安全，开始鸟尽弓藏，有功的家臣已成眼中钉，因此对家臣的要求越发严苛，容不得半点异议；二是光秀和秀吉、慎家等家臣之间存在着权力竞争，信长有意制衡其势力，故意打压光秀；三是因为光秀的文化人的气质和信长的天下不武的风格产生了冲突，信长认为光秀过于迂腐，不再适合参与他的核心决策。当然，不管真相是啥，这波突如其来的打压把光秀逼到了绝境，也成为了本能寺之变的重要伏笔。长期的压抑和屈辱，最终将在某个临界点爆发，将光秀推向谋反的道路。流传甚广的爱宕百运这个典故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神秘色彩。1582年的5月28日，光秀在爱宕山举办联歌会，他吟诵了诗句“此刻五月与身见之”，后世有人脑洞大开，解读为“此刻五月土骑士将统治天下”，认为这是光秀早有反心的暗语。但是从联歌的即兴创作特征来看，这种解读更可能是后人的附会。不过，这从侧面反映出光秀当时的心境或许已经充满了挣扎和不甘。无论矛盾的真相如何，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。1582年的6月1日夜里，明智光秀率领13000人士兵从丹波的龟山城出发，对外宣称驰援秀吉，讨伐毛利，但他的真实目的却是京都东山脚下的本能寺，那个信长临时下榻的地方。一场改变日本历史的政变即将在黎明时分展开。1582年6月2日清晨，京都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，光秀的部队已经悄然完成对本能寺的包围。这座寺庙是信长上洛时的临时居所，因为信长这次上洛仅带了100名的随从，包括侍女、进士，并无重兵守卫，因此给了光秀可乘之机。在发起进攻前，光秀向麾下重臣高声宣告：“敌在本能寺。”这句口号如同惊雷划破黎明，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具冲击力的瞬间之一。寺内的信长起初以为是部下哗变，或是盗贼作乱，但是当看到寺外旗帜上的蓝色桔梗家纹时，他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据信长公记记载，信长亲自拿起弓箭反击，射杀了2名敌军士兵，但很快便因箭矢耗尽而陷入绝境。此时的本能寺已被明治军队纵火焚烧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信长深知无力回天，对进士说道：“已无他法。”随后进入内室自焚身亡。这位差点统一日本的魔王，最终死在了自己的家臣手里，终年49岁。信长的嫡子织田信忠当时正在2条寓所，得知父亲遇袭之后，他本可以逃往安土城召集兵力反击，但为了掩护其他家臣撤退，他选择坚守2条寓所。最终2条寓所被明治军攻破，织田信忠自尽身亡，年仅26岁。织田家的2代核心一夜之间全没了。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让即将统一日本的织田家瞬间群龙无首，日本的历史进程被彻底改写。更玄乎的是，因为本能寺被烧得一干二净，信长的完整遗骸始终没有找到。当然，有说法是阿弥陀寺的青玉上人收集了部分遗灰，但是真实性没法考证，成了战国时代最大的悬案之一。后世对本能寺之变的动机众说纷纭，几百年来都没有定论。积怨爆发说认为光秀不堪信长的羞辱和打压，野心夺权说主张光秀渴望取代信长成为天下人，黑幕说则猜测背后有毛利家、天皇甚至德川家康的操纵。但结合史实分析，这场政变更可能是绝境之下一时兴起的孤注一掷。明治光秀非常清楚，再跟着信长混，迟早得被清算。而当时信长父子在京都兵力空虚，这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。除掉信长父子之后，光秀迅速控制京都，随即展开一系列行动巩固政权。
他派人前往各地联络织田家的旧臣和地方大名，以复兴幕府为口号，试图争取支持。同时下令保护京都百姓和天皇公卿的安全，稳定民心。由于事发突然，许多家臣和大名一时不知所措，部分势力选择暂时观望。光秀的政权一度呈现出天下将定的假象，但光秀很快就做出了一系列致命错误。光秀的第一个错误是进军安土城时磨磨蹭蹭。安土城作为织田家的根据地，储存着大量粮草、武器和财富，是掌控天下的关键。但是当明治军逼近时，因为进军速度过慢，导致连接京都和安土城的赖田桥被烧毁，修复桥梁耗费了2天时间。而当光秀终于进入安土城之后，他的士兵们却又忙着抢夺财物，乱作一团，错失了整合织田家财运势力的最佳时机。第二个错误是高估了门友的态度。光秀本以为好友和庆家、细川家会全力支持自己，但细川藤孝在得知本能寺之变发生之后，当即削发扶丧，宣布与光秀划清界限。细川忠兴更是将妻子明智玉幽禁在丹后的宫京城，以此向织田家证明清白。庆家在光秀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他，断了光秀的重要助力，让光秀成为了孤家寡人。而光秀的其他潜在门友见此情景，亦已纷纷倒戈。女婿筒井顺庆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出兵，另一位女婿金田信臣被织田信孝杀害，而曾经的同僚丹羽长秀、池田恒兴则迅速倒向丰臣秀吉。随着庆家和盟友的反目，光绪的政权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，开始摇摇欲坠。而他最致命的错误是低估了丰臣秀吉的反应速度。当时秀吉正在中国地区围攻高松城和毛利家对峙，得知信长遇害的消息之后，秀吉立刻和毛利家达成协议，史称高松议和。随后率领4万大军火速返回京都，这一壮举被称为中国大返还。秀吉的军队日夜兼程，仅用10天行军200多公里，于6月13日抵达晋江地区，和明智光秀展开决战。这场决战史称山崎之战。明治军有13000人，而秀吉军则集结了4万余人，兵力相差悬殊。加上明治军士气低落，因为很多士兵本来就搞不清为何谋反，现在看到秀吉大军压境，更是没了斗志，最终寡不敌众，惨遭败北。明智光秀在混乱中率领少数随从突围，向坂本城方向逃去。途中，他途经小栗七村时，遭到当地村民的落武者兽。因为这些村民以捕杀落难的武士、抢夺财物为生，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人是明智光秀，以为只是普通败兵。光秀被竹枪刺中，身负重伤，倒在竹林中。深知大势已去的他，对随从说道：“顺逆无二门，大道彻心源。55年梦，醒来归一元。”随后切腹自尽，享年55岁。光秀的天下梦仅维持了短短11天，便彻底破灭。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3日天下。光秀死后，他的家臣们也迎来了必然的结局。外甥兼养子明智秀满从安土城撤回坂本城，面对秀吉军的包围，他先是把光秀的妻小，包括他的妻子希子和自己的家人召集起来，亲手斩杀，然后点燃坂本城，在大火中切腹自尽。侄子明智佐马助在逃亡时被追兵斩杀，重臣斋藤利三被俘之后，在京都的6条河原被斩首。明智一族本能寺之变之后，明智光秀长期被钉在逆臣的耻辱柱上，成为背叛主君的代名词。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·弗洛伊斯的著作里，把他描述成狡猾、冷漠、不受同僚待见的人，并提到他在织田家一直被视为外人。毕竟，光秀并非信长的投降旧部，也非底层崛起的亲信，而是中途投靠的幕臣转世，始终难以融入核心圈子。而在江户时代的史料和戏曲中，他也被塑造成阴险狡诈、野心勃勃的恶人。其在织田家的功绩被刻意淡化，仿佛明智光秀这一辈子就干了本能寺之变这一件事，而这种标签化的评价持续了好几百年。
直到近代，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，人们开始以更客观的视角审视光秀的一生。光秀不仅是一名战功赫赫的武将，更是一位兼具文化素养的儒将。他精通和歌、茶道，和细川藤孝、千利休等文化名人交往运谢。在统治丹波期间，他还信修水利，减免赋税，深受当地百姓爱戴。2020年的大河剧《麒麟来了》将光秀塑造为主角，展现了他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，再到内心挣扎，最终走向叛乱的复杂历程，让观众看到了他并非只是恶人的另一面。如今，关于本能寺之变的真相仍未完全解开，光秀的动机和内心世界依然是史学界探讨的热点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人们对着光秀的评价逐渐变得更加多元和立体，从逆臣到复杂的战国武将。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光秀个人的重新认识，更是对战国时代历史本质的深刻理解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每一个人都是命运的囚徒，他们的选择或许有对错之分，但背后都隐藏着时代的无奈和个人的执念。明治光秀的家纹是水色桔梗，浅蓝色的桔梗花图案在战国时代的家纹中独具特色。该图案源自祖先土岐氏，土岐氏是清河源氏的支流，在室町时代曾以桔梗一揆为名，团结地方势力，扩大影响力。为了区分与源氏滴流的白色桔梗纹，土岐氏采用浅蓝色，形成了水色桔梗纹。明治光秀继承这一家纹，既是对家族传统的延续，也暗含彰显源氏正统的意图。桔梗花是日本秋天七草之一，象征吉祥和坚韧，且桔梗二字有更加吉祥的谐音，因此被许多武将用作家纹。本能寺之变之后，明治光秀沦为了逆贼，水色桔梗纹也随之成为了背叛的象征。许多原本使用桔梗纹的武士，为避免与明治光秀关联，纷纷改用其他家纹。即便在现代，织田家的后代仍然禁止在家中装饰桔梗纹，认为它不吉利。